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会想要见我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呢目前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感觉是什么呢？好的，那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来看看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对说心中所想那个人目前是什么样的感觉。首先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皇帝牌。好，那皇帝牌呢就表示说目前你们你的话在对说这段关系，其实你心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安，还有非常多的忧虑，还有让你觉得你好像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掌控好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进展，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进度，或者说你其实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想要知道究竟对方他目前在心里面呢是如何看待于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又或者是说他心里面又是如何想要让你们这段关系去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或许在目前的关系当中的你们的状态的话，这段关系中的状态是属于在一个停滞，或者是说你其实跟对方没有那么的熟悉，又或者是说关系之中的你们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进展到非常的好，所以你常常会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进展的程度的话，你心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担心，或者说你其实心里面有非常多让你觉得面对说这段关系经常感觉到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跟害怕感觉。那这害怕感觉是因为你们其实担心自己其实一直会不会想的太多，那你们就一直不自觉的会一直想要去控制着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发展，或者说你会希望对方可能可以主动来找你们，主动的来回复你们的讯息，或者说他可以主动去做这方面的邀约。因为对方的态度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冷漠，或者说让你感觉不知道他的心思到底怎么想，所以你就会很痛苦，然后你也非常的纳闷，为什么他都不愿意做出行动，为什么他都不愿意赶快来找我，不愿意回复我讯息，可是他面对于你的时候，他态度上面又没有到让你觉得好像很讨厌你，或者说他好像没有那么不喜欢你。他有没有喜欢你这件事情，或者说他的行动上面，其实你心里面是蛮多的困惑点，但至少你会觉得你已经付出你能够做的。那他们如果说没有做出一些比较反弹的，或者说比较让人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不舒服的行为的话，你就觉得其实这段关系应该是还有机会，还有可能。可是对方的任何的态度跟行为又会应该说在分开之后，他任何的态度跟行为又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困惑，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纳闷，然后让你会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进展，或者说去付出。其实你是愿意为对方好的，或者说你是愿意为了这段关系做进一步的努力，或者说你是愿意为了他然后做出能够去进展这段关系的任何的行为跟动作，但是他就是不愿意给你们任何的答案，不愿意为了你们做什么。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你们心中会有非常多感觉是很困惑的，或者说会让你们觉得心里面真的很不是滋味，因为你们真的完全不晓得自己到底该如何才有办法让对方愿意接受你们，或者说你们其实心里面非常的想要知道究竟要怎么做才有办法去推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对方他如果不喜欢你，或者说对方真的不想要跟你进展，你也希望他可以给你一个痛快，但偏偏呢他就不给你痛快，所以你就一直在脑海里面那边一直不断的想，
你是愿意的，但是你就是完全不清楚到底对方是如何想要怎么去做的这些行为。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宝剑四。好，那么宝剑四的话呢，就代表说，其实在目前你在对这个人这段关系的话，你心里面有非常多的疑问啊，然后你其实也不太敢去做太多，所以你其实常常心里面你会告诉自己说，我要冷静下来，那我要重新去思考，或者说我要重新判断到底对方到底对我好不好，或者说对方到底对我态度是如何。所以面对说这段关系，你有给自己设下一个那种底线，你会认为说不能完全让对方无限上纲，或者说你会认为其实在一段关系里面，如果说真的要可以，或者说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你是非常的愿意想要跟对方有一个进展。但是如果说他真的都不愿意给你任何的回应跟回馈的话，那你会想要选择是停下来你的脚步，不太愿意去做太多。或许是因为过往的关系之中，任何的你的过往的感情经验里面的话，可能已经让你对说本身感情这件事情，你不太愿意去没有办法，应该说没有办法再完全去相信任何人。你是非常想谈恋爱，你也想要去有一个稳定的关系，你也希望说一段关系里面是能够让你感觉到是很舒服的，或者是说让你感觉到自己是被对方给所爱的。你不想再像以前一样一头栽下去，然后就被对方伤到体无完肤，结果才发现原来对方一点都不喜欢自己，反而可能自己是被别人给利用了。在关系里面的话，经常会让你们感觉到应该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会很害怕，或者说心里面会有点担忧，说会不会同样事情会再次发生。那你们也其实现在想办法让自己其实静下心来，去以理智的方式，或者是说以你能够做到的那种角度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能够值得信赖跟信任。所以呢，洋洋会认为有可能对方其实并不知道你的这些的想法跟心思。如果说你曾经有讲过，那其他的心里面会觉得你可能已经度过了，或者是说对他来讲的话，可能也并不是一个让他觉得是必须会一直记住的事情。所以呢，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很明显就是两个人之间现在看就是彼此都在观察着彼此，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彼此到底是怎么去想着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是要有没有真的要进展这段缘分。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会感觉到说那种爱的感觉真的蛮少的。那也可以知道说，可能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当中的话，应该也算是有点认识了，至少有半年以上吧。好，我们来看到所抽到的第3张是钱币侍者。那钱币侍者呢，就代表着在你们目前关系，你现在唯一能够做就是你会认为就是继续的经营下去，然后就是继续的经营这段感情。那感情里面你就想要说朝着是以长远的方向走，或者是说是想要朝着两之间都能够继续有交流有联系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况那就好，就是让这段关系继续的往一个更深刻的方向去迈进。那关系里面中的你们的话，看起来啦，你们有一点就是不太敢把自己的感情完全的投入在里面，因为你看我们这边里面全部都没有跟情感相关的牌，全部是理智或者是说现实的这个牌意上的一个讯息，所以现在你们其实会有点像是说，想要是以一种能够跟这个人走得长远，能够跟这个人继续相处下去，能够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能够继续保留在一个互相有来往有联系的状态就好。那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中一个防御的心态，其实看起来也是还蛮重的。这个防御的心态还蛮重的原因就在于说，里面并没有任何一张权杖的牌，也没有任何明显行动力的牌卡，所以呢，在感情里面中的话，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难以有一个就是说你会希望说并不是透过完全由你自己去进展这段关系，才有完全去付出行动才办法进展这段关系，你也希望对方能够给你有些的明示，
你现在有点像是说对方要明确的做出一些行为跟行动，你可能才会比较有信心，但是你没有想要放弃的意思，你只是希望说对方可以做出更多，让你觉得好像有机会哦，或者好像其实关系并没有如同你想的那么的糟糕。所以呢，你目前在看待说这段关系的话，只是抱持这个比较有谨慎的角度而已。然后再就是你们这边抽到了2张4的牌，所以呢，这样跟4元素就4的这个元素就代表说，其实你们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你们其实有一种依赖的感觉，或者说你们其实在面对他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的感觉。那你其实在他身边，就像2人之间是没有讲什么话，或者说可能没有太多互动，那你觉得只要他在你身边，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安心的那种安全感，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是你所想要的。所以或许你们可以看看说你们俩之间的星盘呢，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中的状态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在关于熟悉感，或者说命中注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或者说那样的一个行星的对照。所以看起来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在面对说这个人，或者说跟他相处的话，你们其实呢很喜欢很享受那个当下感觉跟氛围。那其实会能够如此的吸引你们，也是因为跟这人之间相处，你会能够看得到，或者说感受得到自己好像是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之中的这个状态。好，那这些话就是以上选到你们第一组牌组朋友验证牌的部分。那如果说符合，或者说让他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看到说你心中所想那个人，他会想要见你吗？好，那要为大家抽第一张牌。这边的话，首先我抽到第一张牌是隐者。好，那抽到隐者这张牌呢，就代表说，其实在目前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以他的角度来说，有可能你并不是放在他心里面的一个第一位。就说以前面的话，目前他可能他的工作，或者说他的家庭，或者说他的经济，或者是他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等他去忙。那再就是有可能这个人他本身在面对于感情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理智的，或者是说是一个比较务实层面的一个人。当现实生活中必须要达到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条件，或者是说现实层面里面必须要符合在某一些的事项的话，或者说你的个人的特质，你个人的条件，你个人的状态，还有他个人的状态，这些都必须在他的各种考量当中，他才会有考虑跟你要更进一步发展。那当初赢者牌的时候，洋洋会觉得可能可以分2个层面来说。那第一个就是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必须要是你跟他之间尽可能的不要有利益上的关系。因为如果说当有利益上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个他蛮容易会比较是就是会容易走偏。就说你可能只是单纯我好像可以帮你，那我愿意帮你更多，但其实这个他久了，他对他来讲，他会模糊掉你为什么会帮他这件事情。当你帮他越多，在他工作上的东西，那其实他就会反而觉得，你这个人好像还不错，可以帮助我工作。他会感谢你的没有错，但他感谢你的地方却不是在于，因为你喜欢他，你爱他，所以你帮助他。他感谢的是你把他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或者说你愿意无条件的为他奉献。那种感谢偏向说是那种朋友吧，或者说那种恩情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感情。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在看待于说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就会容易真的非常的模糊掉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情谊。那但随着时间越久之后，其实就很难可以有关系上的一个明显的进展。然后第二种的可能性就是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当中，或许是因为有一些的外在因素，或者说可能你们俩之间的真的有一些状况，所以让他反而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有很多的担忧跟担心，还有很多的想法。那最后期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属于同性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可能你要考量的东西会更多。
又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第三者啊、地下恋情，就是比较没办法被公开的话，其实以他角度来说，他真的会想的更多，他会想到很遥远的事情，他会去担心说，自己可能会不够爱你，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他是不是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说他会认为其实自己并没有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在意你这个人。所以呢，在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里面的话，洋洋会认为啦，是你爱他比较多，或者说你想再跟他，他对你的感觉跟你对他感觉是两件事情不太对等的，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的心思，或者说他可能才会有那么多他自己可能要去留意的地方，就是他会用他的理智来去谈这份感情，去面对于你们。所以就觉得其实这段关系你经常会感觉到很难进展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无时无刻都在观察你。其实这个就是有点讨厌，就是因为感情缺乏就是冲动，他比较没有冲动这种感觉。好呢，再抽到是女技师，你们星座小那个人他是处女座吗？还是说其实他是一种太阳啊、月亮啊，或者是他的金星跟火星都是在处女座的地方，所以才会看起来这个人好像对待于你的方式的话，是真的比较蛮理智的。好，那只能说就是其实这个人他对他来讲，他要的就是一个符合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走向，所以呢。两会分两种解释，一个是异性恋跟同性恋。如果说是异性恋中的人的话，那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他所想要的就是符合这个社会价值的期待，或者说你是能够符合他自己心里面中的一个期待。那当符合这些期待的话，才会想跟你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他自己的状态也要符合他自己所认为的期待。所以如果说当他觉得自己现在状况不太 OK， 或者说可能你对于他来讲，你并没有做到他所想要的达到的那个条件的话，你要看他到底是在意什么。如果说你没办法做到他所在意要的那个东西，那你们这段关系永远都不会有结果。但如果说你能够做到他所在意的那些东西的话，那这段关系有结果的可能性非常高。那有结果之后，他其实就会蛮黏你的，或者是说会蛮信任你跟他讲的任何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会蛮看重你的各种的意见，或者说蛮看重你的心情。好，那如果说是同性者的部分的话，同性会分说对方是异性还是你是他是喜欢异性还是喜欢同性。那如果说他喜欢异性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放弃掉这段关系了，就是这样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好，那就因为对方就是不想要跟同性在一起，就算有会在一起，后面也会分手，因为他受不了社会给他的情绪上的压力。好，那如果说对方是喜欢同性的话，那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你可能要去看重说，到底他内在里面他想要什么样的感情的相处的模式。你问他，跟你讲说他不知道，因为他其实他真的也不晓得。但是你可以透过他所一直在所谈感情的态度，还有他一直在跟对方分手的原因，还有他一直在一个人生活时候他的行程的 schedule。他的行程都怎么走怎么跑，还有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了解到说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感情的模式。对，因为其实在不同的性向来说的话，我们所看的地方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好，那这有些简单讲，因为再看后面还有没有更多的讯息。好，那这其实就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以他的角度来说，当真的要走更下一步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你做负责。可是如果说当他还没有准备好，当他还没有想清楚，还没有想透的时候，别说下一步，他连现在当下怎么跟你相处他都不晓得，他都只能选择以他当下的心情来面对你们。可是这个人就会有一种懦弱的感觉，因为当他渴望你陪伴着他，可是他又不想给你承诺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一种你会同情他的那个的状态。有人会用可怜兮兮，有人会用故意不理你，那就可能会故意去一直哄他。就说其实这个人他蛮聪明的，他知道要怎么做可以抓到你心里面很在意他的那个点，然后他也觉得他是能够控制得了你。可是洋洋会认为啦，其实这个人会有点不太老实，
他或许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需要被别人帮助，或者说他是最无辜的那一个，但其实他的内在里面，他非常清楚知道每一个人的个性，或者说他也非常清楚知道要怎么跟你相处，才可以抓到你的弱点，或者是说才可以在这段关系里面拿翘。很明显呢，这个人他其实心思蛮深的，城府也蛮深。洋洋会认为你们可能没有这方面感觉，因为这个人他蛮会演戏，但是必须要很强烈跟你们讲，因为这边都出现了2张是思考的牌，然后都是探索的牌，还有就是自我意识很强的牌卡，所以呢就更加确定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你要说他到底想不想见你，有人会认为其实要看你们关系到底有多好，但是会比较倾向于说是当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才会想要见你们。当他觉得还好，他自己可能可以 hold 住的时候，他对于你们想要见面这件事情，就是有机会就见啊，没机会就算了。他的想法就蛮直接的。好，然后再来所抽到的是圣杯骑士。好，那圣杯骑士的话呢，洋洋就会比较倾向于就解释跟一般的书啊，就是参考书上面写讲的一样，这个人呢就是蛮花心的。好，蛮花心的原因是在于说，并不是他好像处处都去跟谁怎么样，而是说刚前面提到的嘛，这个人他其实表面跟他内在是完全不同的人格，所以呢，他会跟每个人都很好，跟他觉得是有机会、有可能，或者说让他觉得是有帮助，又或者是能够去进展一段关系，或者说跟这个人相处是可以得到利益的那一段关系，那他就想要去跟那些人、跟那个人、跟那一些人，就是那一段关系那个状态，会想要去有更多的表现，或者说会有更多的互动，并且他会他这个人真的是会处处留情，所以当你们俩之间现在都是单身，他也是单身的时候，那就代表着他又会到处去跟别人暧昧。那以他的角度来说，只要是没有确定关系，没有说我们俩现在就交往在一起，如果说没有说好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单身，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跟他很亲密，该做都做了，那是不是就已经有在一起了？没有，他的角度是没有的。如果说他跟你说有，那你你必须要能够承担，说这个人他是有那种承担的，愿意去承担关系责任的这个勇气。如果说他是被形势所逼，必须要去承认他要跟你在一起这件事情的话，那个是违心之论，必须要在他很快乐，或者说在他最尤其是在他很痛苦的时候，例如说工作很痛苦，跟家人吵架很痛苦，跟他最好的朋友吵架很痛苦，或者说最没有钱的时候跟他确认关系，这时候在他最低潮期跟他确认的关系，那这才是真的。如果说在他很开心很愉快，然后在他意气风发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关系，那个都是假的，因为要看说你有没有帮助他嘛。那如果说你没有帮助他，那他对于你的承认只是他一时之间是有这方面的想法而已。但是如果说你是在他最低潮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关系，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很郁闷，但他又会去考量到你的心情，他愿意去跟你承认，让你有更多安心感，就表示其实他愿意去为他的这个决定去做一个责任的承担的这个勇气。所以呢，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很明显的，当他真的有需要你的时候，他才会想见你。可是在平常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各自安好，也是不用到打扰到彼此，会希望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维持在一个和平的状态。这个人他蛮会懂得运用双方之间关系里面不要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或者是说蛮懂得在关系里面找到一个水平点，然后让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是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在于说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上面不会被束缚住，不会因为某些原因他也不得不去对你负责任，他会尽可能不要。
如果说他跟你讲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但是我能够对你负责任，哇，这个是屁话，这个他一定做不出来。时间到的时候，或者当他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他整个人散了，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整个人不见，不知道去哪了。就这个人，他其实面对你的时候，或者面对说这段关系的时候，他蛮容易会躲起来，或者说他会故意不太想让你知道他太过于完整的行程跟行踪，因为他会觉得其实面对你的时候，他还要去想一些借口跟理由，是一件蛮累的事情。那当真的你可能气到不理他，他可能表现出很可怜的样子，或者是说可能会想要博取你同情，那你就觉得好像是我的错一样。那其实没有，他就是混蛋。好，那这句话其实看起来牌面呢，牌卡没有到那么糟。为什么杨讲的这么糟呢？就是因为杨会认为啦，如果说一个真的很在意一段关系中的人的话，那么他其实就会懂得去安抚到你的心情。但是因为我们首先的第一张牌卡就是隐者，所以洋洋会更加倾向于说，面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他的态度上面他可能还在犹豫要怎么去面对于你们。那你要说你们这段关系你有没有可能可以胜出的机会，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只是可能要去更加留意说你到底是真的有那么喜欢这个人，因为洋洋蛮怕你们会受伤的。好，这张牌呢这样遮住就表示又要打马赛克，那 YouTube 真的很严格。好，那当出现这张牌星星牌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其实当然可以意味着这个人其实他是蛮喜欢你们，然后他也蛮在意着你们，他蛮向往在比较美好的或者是说好的关系当中。但是星星牌有一些的书上面是有写说，如果说你们看塔罗书更多，那有的就会写说这是一个虚幻的爱情，或者说一个想象中出来的感情。大部分书都会讲说他可能会把你想得很美好啊，或者说可能他是蛮依赖你，然后会希望说可以跟你有更多的想法跟进展。可是因为星星牌嘛，它终究只是一个想象，或者说一个想法，它并没有到任何出什么样的行动。那但我们就要看等一下后面的牌有没有权杖牌，或者是说圣杯牌。如果说真的就都没出现权杖跟圣杯的话，基本上这段关系就是如同我们这边前面所讲的，这个人所面对说我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没有到想要为了你这个人负责任，或者说做出更多的事情。我们来先马上来看一下第一张有没有。好，那第一张我们这边就抽到了是宝剑三。好，那宝剑三呢，我们来搭配星星牌的话，就代表着如果说你们在关系里面，你们真的是曾经有告白过，或者说有明显做出你们想要跟他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的想法的话，那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对他来讲，他会想办法让你对他的感觉是能够扭转的，就是说不要再那么喜欢他，不要再那么的依恋他，不要再那么的把他当作是你生命中的唯一，他会想办法扭转，让你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注意力，或者是说扭转让你在面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可能比较固执的那一面。其实他的想法就单纯只是在于说，会希望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不要那么的复杂。那关系之中的话，会希望两个人之间的想法，或者是说关系中的期待的话，是能够朝着一个彼此双方之间都能够接受的那个方向走。所以呢，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很在意，有的时候他会很在意你的各种的表现，所以当他发现到你可能稍微有点逾矩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让你踩刹车，那可能就会做出一些的行为。其实这个人他蛮在意你的是真的，他也很想要你这个人永远都陪在他身边，但是他想要你陪伴在他身边的这件事情，这个部分就单单的只是他很把你当成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或者说把你当成是一个很想要在长久下去都能够联络的人。其实这个人他蛮信任你的啦，有人会觉得其实他这个人蛮信任你，只是在谈到感情的部分的话，他就是会退缩，就是你并不是你比较没有在他的名单里面，比较没有，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他其实有认真的考虑过。
但就是或许是因为现实中的条件跟状况，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他可能会比较容易受到自己一直以来所认为最好的最想要的生活的模式那方面的影响。那杨大胆推测啦，有可能这个人他的星盘当中月亮是在摩羯座的部分的几率会蛮高的。好，就是他这个人会比较有点务实的导向，或者是说会比较像是需要有符合所谓自己心里面个人的价值的期待，会很重视别人所看待于他的方式。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第3张牌呢是权杖7。好，那虽然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如果说出现权杖跟圣杯，才表示说有可能这段关系是有个机会。那虽然我们出现权杖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却出现是权杖7。那权杖7的话，如果说比较就是有在学塔罗，或者说经常有在看影片的人就会知道说，其实权杖7会比较有一种抵触，或者是说会容易有这种意志冲突，或者会个人自我意识的想法上面是蛮高的。所以呢，就更加可以验证说，其实本身这个人他目前在看待说你们这段关系，他会想要见你的时候，就真的是在他非常需要你的时候，可是他却没有想过说想要给予你在关系里面更深一层的承诺。那他会给你的承诺，其实他会认真想说你这个人是不是认真的人，你是真的很认真看待这段关系。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说到做到，然后你是很认真看待这段关系的人的话，他其实不太敢跟你开支票，他会认为他做不到就会被你骂到爆。那如果说你们是一种个性大辣辣，或者是说对方没有做到，你也会愿意一直不断去体谅，或者说你其实在对说承诺这件事情，你自己本身也是蛮薄弱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那就表示其实这个人他面对说关系就会容易给予你承诺，反正他觉得你不是那么在乎，或者说你其实也不会去就是一直不断去跟他 check 这件事情。所以呢，在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就对于杨来说啦，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蛮明显，就是他会有时候会利用你的同情心，然后会利用你的对于说他的不舍，那他就会想要去让你多愿意为了他做点什么样的事情。那如果说你们喜欢的对方是同性的话，其实如果说对方是异性恋，你就真的不用想了，就是永远不可能会有机会。那如果说你喜欢的是同性的话，那就其实就你要去看一下说他到底喜欢是哪一类型的人。其实这个人他会比较倾向于是有一种蛮视觉化的，对，他对于对象这件事情要符合他心里面的期待，那个外形是要的。如果说外形没有达到，基本上关系就是没有机会。例如说他喜欢胖的，那你就是瘦的，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他不是那种日久见深情的那种，他没有那么的容易啦。这是特别针对说在关于同性之爱的部分。好，那这边的话，可能这组讲的是有点太让人伤心了。好，希望是没有到那么惨了。如果真的那么惨，请在底下留言，让大家跟你们一样是痛苦的你们可以当做一个劝世文，让他们会有惊醒的感觉。好，然后再来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骑士。那宝剑骑士呢，洋会认为，如果说你们只要是还有在工作上会认识，或者说还是会碰面的话，其实这段关系他有时候真的蛮需要你们的。那当他特别需要你们的时候，他一定会赶快 call 你们，然后他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帮助他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本身他在对的时候想见你们的话，就真的是在于说他自己真的很需要。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并不是工作上的认识，然后你们生活圈也没什么交集的人的话，基本上这一段关系你们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对方他本身在对于生理上的需求，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生理上的需求的话，你们不能用他的外表去判定，你们可以从他的个性之中去判定，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比较活泼一点。如果说其实他蛮活泼的话，
那就表示他的生理需求是蛮重的。那你们刚好又不是他的生理需求的对象，那你们就知道他的行为是什么。对，活泼的话，通常就指说，蛮开朗的一个人，然后他也很喜欢交朋友的那一类型，就是面对说不熟的人，他也不会到很尴尬，会一直跟对方侃侃而谈，或者说能够跟对方有一些良好的互动的话，那就基本上是符合的。好，那反正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以他角度来说，除非是真的有利益上的关系，或者说是真的有见面的话，那他才会真的需要你们。然后如果说你们跟这人之间永远都保持在一个跟事业、商业或者是说共同生活圈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人也不太会离开你，因为他非常需要你这个人的存在，或者是说他觉得其实跟你相处在一起是一件蛮开心快乐的事情。可是如果说当他真的有另外一半的话，那他应该就会跟你很快就会就是会没有任何的联络跟联系了。他做的任何决定呢，他都是快速的，然后他也是很直接的，他不会拐弯抹角的。好，然后在我们所抽到的是好宝剑。好，那当我抽到这张牌的话，其实就代表说在他的部分来看，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会有很多需要去留意的地方，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的情绪真的是来得快。那他的情绪当他来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希望说，你们可能也不要太过于想太多，因为有时候他在面对你们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他本来就没有那么的，他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去留意到你们的情绪，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他在对待于自己所在意的人的时候，就蛮容易会展现出一些比较没有耐性的样子，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并不是算是体贴类型的人，然后这个人他其实也不太喜欢关系里面有太多的变动，那这个变动的话是必须要由他来去做的事情。如果说关系里面相处的模式是由你来变动，他会俩拱，就是他会抓狂，他会受不了，他不希望说任何事情都是在他的掌控之外，他希望说所有事情都是他的掌控之内。有人会认为啦，目前看起来，如果说你们真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对方真的没有想见你，对方所面对你的感觉，他更像是一种你是他的回忆而已。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曾经有生理上的关系的话，那就他会想念你的身体。那如果说你们没有生理上的关系，其实就只是单纯的朋友，他会想起来，当然就只是想到一段回忆而已，他没有太多的情感在里面。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好的，那当出现这张牌的话，其实就你看我们这边出现了2张权杖跟一间的宝剑牌。好，那你看我们都出现2张权杖骑士，就其实更加的明显，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关系之中，他其实这个人不太适合谈远距离，所以如果说你们真是外县市，或者是说你们真的不常见面的话，其实这段关系要有一个开花结果的几率，这边变成台湾国语，开花结果几率其实非常的困难的，甚至不容易。那你们现在当下相处，如果说对方所对于你的态度上面，你还是找到这个人，或者说相处上面蛮不错的话，那希望说你们可以继续保持跟这个人之间，比如说固定时间通电话，或者说固定时间一定要见个视讯，就说不能只有透过文字。如果说真的有透过文字的话，那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要能够修成正果的几率是有点低，比较多的机会是你是他的鱼池里面的某一条鱼而已。对，所以呢，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你要说对方到底想不想见你？有，他真的想见你，就是他的生理需要有人帮忙的时候，或者说他可能他的业绩特别需要有人可以帮他的时候，或者说他的事业上面真的需要有人能够助他一臂之力的时候，那么
你就是他非常重要的那个人，他就真的超想要见你，因为只有你才能够帮助他。但是如果说当他是真的日子过得很快活，或者是说他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感情，他没有到那么的丰富跟丰沛的时候，其实你就只是他的一个备胎之一，就是说他没有到那么的急切说一定要见到你，或者是说非你这个人不可。那如果说真的都是属于比较平淡的关系的人的话，那就是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人就真的没有喜欢你们。如果说你们关系真的很平淡，所以你来看这支影片的话，那如果说你们可能刚认识不久，那不妨你们可以多把握一下跟这人相处，然后等过了1-2个月之后，你们再做一下占卜，那可能会比较能够符合到你们很所想要的答案。因为通常这个人他真的决定要跟一个人相处下去，或者说决定一段关系的时候，其实蛮快的。但是当越快的也表示他也蛮容易会结束，所以其实就看说这个人他会晕船晕多久。对，所以这个人也会认为啦，如果说你们感情你是属于重感情的人，这个很明显不适合你们。那如果说你们是跟他一样，对于情感是属于那种速食爱情的话，两之间就是能够很快的放得下的那一种的话，那你就是能够去考虑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你就可以试试看，反正你不怕，你就觉得受伤再站起来就好了。对啊，好，那这边的话呢，就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是能够再想清楚，看看说本身这段关系你们到底是能够接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如果说真的对你们来讲很害怕受伤害的话，或者说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不甘心的话，那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再去做一下个人占卜。对，可以找洋洋或者是说找信任的老师，因为这组的你们其实蛮需要个人的占卜，就是说不能只有看大众占卜，因为要看的点有蛮多的。对，希望说能够让你们有一点方向。好，那这句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我先来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感觉是如何呢？好，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那这话所抽到的第1张牌的话是抽到宝剑6。好，那宝剑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目前这段关系的话，洋洋会觉得可能可以分2个部分来讲。那首先第一个是你们本身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之中的话，有可能你们一直都被过往的情感里面的一个束缚，或者是说有一种被伤害，你们曾经可能被别人伤害过，或者说过往的感情里面你们都一直不成功，所以当在面对说这个人，或者说面对说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们会希望应该说会有一些的动作，或者说你们有时候会脑海里面会稍微闪过，没有说到完全，比方说没有到完全，就是会比较容易会不自觉的把过往的情感跟现在来去做个对比。那这样的对比状况之下的话，你们就会认为说这个人他会不会做到跟以前那些人伤害你的事情一样的动作，或者说一样的话，或者是会不会做出类似的事情。其实你们心里面会有一点担心、担忧、害怕，会担心就是再次遇到相同的事情，或者说会遇到再次让你们会如此受伤的人。然后第2种解释就是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之中，看起来其实或许你自己本身会认为这个应该是能够把你从过往的情感的关系当中的那种伤痛给走出来，给拉起来。你原本在面对说这段感情、这段关系，你心里面会本来就有很多的一些的忧虑，因为你可能曾经被感情伤害过，或是你可能刚走出一段感情，然后后来遇到了这个人，那你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人
这个人所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或者说可能他所做一些行为，或者是他可能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是能够去疗愈到你的。或者说他是会不自觉的去疗愈到你这个人的内心中的状态，所以当你跟他相处在一起，或者说你依偎着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被疗愈，或者说你可能会有一种很安心很放心的感觉。这个跟第一组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这一组的你们其实那种安心跟放心感是有一种你看到他笑你也想跟着他很开心，你看到他过得很快乐，你并不会有任何一种妒忌或者说任何不愉快的想法，就是单纯的是面对说这个人他的任何的状态，你都是抱持着一种幸福的感觉，或者说会一种真诚的祝福的感觉。好，那再讲说另外一种是跟这人无关的，就是说有可能应该说跟这人有关的，就是说第二种解释表示说，其实在你们之间这种关系之中，你在面对说这个人感觉的话，有可能过往的你们俩之前相处，或者说前面相处的过程里面，可能有跟对方一些不愉快，或者是说可能有让你常常感觉到有种比较不舒服的。那在最近的你们的相处之后，你开始逐渐的放下对于他的成见，或者说你开始逐渐的愿意去相信这个人，或者说你开始把曾经所对于说他很多的一些负面想法的话，你也开始逐渐的去释怀，或者说你开始用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去看待、去解释他的任何的行为。所以呢，你目前在面对说这个人，或者说面对说这段关系，你愿意再给他一点机会，同时也是给予你们自己能够去愿意接受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可能性。所以看起来，因为像这边的宝剑就很特别，这边是只有一个人，所以表示说在你俩之间这段关系之中，一直以来都很有可能是你自己一个人努力的付出，然后努力的去面对说这段关系可能所带给你的任何的感受跟感觉，比较没有一些身旁的人所带给予你的影响力。好，然后再想说抽到的是宝剑2。好，那宝剑2的话，在这边就代表说，其实你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你很努力的让自己保持在一个适当的理智，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有想过说，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不要你的话，你是不是能够马上赶快去抽离？其实，在面对说，可能蛮多的牌会说宝剑可能代表说还有另外一个人选，那阳这边会比较倾向于解释于说，不管你有没有人选，那你的心情就是永远都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或者说你会给自己不要再被他，或者说再被一段新的关系伤害你的这个机会，所以你经常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智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经常让自己觉得想办法让自己表现出一种应该说你心里面要保有一种那种对于情感之中你可以随时调整好自己的这个态度，或者是说就算没有这个人，你也不想让自己再过得那么伤心跟难过，或者说总是会为了感情而那么的痛苦难耐，或者是说那么的对于说这段关系是那么的经常的感到灰心，或者是说那么的挂心跟留心。那雅妍会认为说，很有可能一直在你们所碰到的关系里面，总是容易遇到不喜欢你的人，或者是说你可能也蛮容易在一段感情里面被别人给背叛跟伤害，所以才会让你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或者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关系，你都希望能够保有自己的理智，或者说自己的态度，或者是说让自己不要再受到伤害。其实你一直很常告诉你自己说，我不能再被感情给影响，我不能再被感情给伤害，我不能再被感情影响到我的任何的生活的状态。所以因此呢，在对于你们的这个状态来说的话，其实你们想要去相信他，你们很想要去进展这段关系，你们很想要得到对方的友善的回应，或者说你们很想要看到这个关系里面是有个进展的机会。其实只要对方他能够做出更多让你们能够去相信他的行为，或者是说他能够更加的去暴露，或者说在你们面前表现出他的那个人他比较隐私私密的事情的话，其实你们就会愿意相信他。但就是因为他可能一直来都很有所保留，或者说他一直来所面对你们的相处的过程里面，常常的会感觉到他好像就是你们之间有隔到
一个墙，或者说他好像就是有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说，所以你们心里面的话就是会有很多不太敢去相信这段关系的心里面的预设立场，所以呢你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更多是投入在于你们自己个人的感觉的状态，就是说在目前这段关系之中，你会透过你的感觉的状态来去判定说这段关系你要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相处。好，然后我们再所抽到的是权杖七，所以呢权杖七就代表说其实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很有可能以你的角度来说你其实会如果说对方他愿意多释出一点好的讯息，或者说对方他愿意释出一点线索的话，其实你就是很愿意也很乐意。可是如果说当对方他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已经有让你感觉到有防备之心，或者说好像就是有所保留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觉得你也不是病猫，或者说你其实只是对他是有爱，所以你愿意包容。所以在看待关系的时候，如果说当他真的不太愿意应该说他不太愿意在你面前表露出他脆弱的样子，或者说不太愿意表现出他最真实的样子，而只是一直不断对你好的话，其实你自己反而会倾向于说跟他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你会愿意跟他继续相处下去是没有错，但是你其实心里面就会一直都还在对他是认为或者说去观察，你会慢慢的去改变调整你在面对说面对他的做法，或者说经营这段关系的这个方式。那这边的话我们中有抽到了2张的宝剑牌，就表示说其实在面对说这段关系更多来看呢，你们自己本身的感觉就是用理智，然后比较注重你们自己个人的感觉，然后你们都尝试着用判断的方式来去决定说究竟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合自己，或者说真的到底要不要投入，或者是在看待一段关系，你们难免会稍微有点冷淡跟冷漠，就是如果说对方给予你一些的回应的话，他会觉得你蛮冷淡的，或者说会觉得你有点冷漠，但其实对你来说你只是表现你自己，或者是说你只是明确把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感觉讲出来，并不是真的很冷漠很冷淡，只是这是一个你的个性的使然啊。那也是因为其实你现在目前心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小心思，或者说会有自己个人的小剧场，所以才会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投入，或者说完全的把自己的专注力情感彻底的放进在这个关系里面。好，那看来事务选到这组的你们呢，有很多的课题，或者是说看有很多的状况，真的很需要去透过讯息塔罗牌来去更加的探索更深入。好，那这些话就是关于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会想要见你们吗？好，那首先一样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2。那钱币2呢就代表说其实对于他来讲这个人其实他在对说自己生活中的态度，他会蛮像是有自我规律，或者是说他会希望说任何事情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他的掌握之中。他其实这个人比较不喜欢太大的惊喜，一般小惊喜是可以，但是如果说太大的惊喜有时候没有在他的掌握之中的话，他会觉得蛮不舒服的，或者是说他会觉得有一种受惊的感觉，就是那种不舒服的惊吓的感觉，就是他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去表态，或者是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因为他希望说很多事情都是在他的准备之中的这样的情形。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其实表面上虽然会让人觉得好像应该会分两种了，一种是比较老实型的，另外一种是可能比较是那种活泼好动型的。如果说是老实型的人的话，就表示他的内在里面呢其实是非常活泼好动的，只是因为可能现实中的关系，或者说个人心理的压力，或者是说身旁人所对他的期待，所以让他把自己包装成是你可能所看到比较老实型的那一种，好像是很木讷啊，或者是说好像
没什么太多的想法的人，其实没有，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活跃。好，然后那如果说在这个人的性格之中是属于比较活泼型的话，就表示其他的内在里面，他的生活非常的规律，然后他其实本身在对说自己的生活，他是蛮严谨的，是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跟自己不想要什么。他不想要的东西，除非是跟他的利益有关，或者说可能跟他的工作有关系，或者说可能跟他个人的状态有关，那他才会考虑要去接受，或者说他可能才会考虑要再更进一步的去把握住。可是如果说跟他那些东西都无关的话，他就觉得就无所谓，他就觉得就不关自己的事情。所以是其实这个人他蛮常就是会只看住，或者是说只会看重他自己眼前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算是蛮他对于喜不喜欢一个人的话，他的态度上面会蛮明显的。就是说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愿意多让对方对自己好一点，或者说愿意跟对方接触，跟对方相处，而且他也会不自觉的想要去跟对方有更多的互动。那如果说真的都没有互动机会，他会想尽各种的方式，比如说来个巧遇，或者说会故意去按赞，或者说会一直故意的去留言，就是莫名的会想要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但是他自己本身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他就是那种很默默的心态。那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论谁对他多好，他都完全不看在眼里，而且他这个人也，除非们是有关系，有那种利益上关系，或者说有商业上关系，或者说可能是一个共同团体的人的关系，只要是跟他没有共同关系，应该说会见面，然后没有那种太多关系的话，那可能就会真的把你当空气一样，或者把你当点头之交，就是不会到跟你多好。那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关系层面在的话，那可能会给你一点表示，但是还是会跟你有点距离，其实就蛮明显。跟他相处，你就会知道说，到底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意你们。好，讲这么多，反而总而言之呢，他最近这张牌卡有没有想见你？洋洋会觉得是没有啦，但这个没有的原因是在于说，他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他没有想要做太多的事情，他还没有想的那么的多，他就单纯的真的只是一种那种可以相处下去而已的想法而已，就是说没有到那么多的情感，简单讲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情感在。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这边所抽到的是女帝牌。好，那出现女帝牌，有没有抽到了钱币2的话，其实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人当他对于你好的时候，或者说跟你相处的时候，基本上的话，他只是在于说他是在意着你的这个人，或者说是在意着这段关系中的情谊，是在意情谊哦，不是在意你的感觉，这不太一样。那就表示其实他会很喜欢跟你互动，然后说他也会不介意的跟你有互动的这个想法在，但是很多的状况之下是，他会希望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大部分来讲是由他来去掌控的，或者说由他来去主导跟引导的，又或者是这段关系里面呢，是希望能够维持在一个和谐好的程度。如果说关系中的你们会因为要不要接受这段关系而有所争执吵架，或者是说会因为这段关系他对你有多好，或者说你对他有多好，然后来去看看说到底他有没有喜欢你这件事情。如果说一旦他觉得你想跟他吵这件事情的话，那你想要对他好这个机会就没有。那洋洋会认为，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对方他把你们看成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朋友的几率非常的高，就是说这段关系并没有到那么多的爱情的感觉。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后面的牌卡啦，只是目前来看他这个人可能会把感情跟工作还有生活会完全的切割开来。他这个人就是蛮想法上面是蛮清楚的吧，就是没有到说好像会因为一段感情然后就影响到他的生活，并没有。他这个人就单纯只是其实对身边人都很好，然后跟身边人都希望可以当很要好的朋友，或者说对身边的人好，都只是出自于说他很在乎这段关系，很在乎这个人，但没有到说一定要有一个交往的机会，或者说没有到说一定要有一个交往的这个状态。
那你也可以说这是中央空调，但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就是非常的贴心，他就只是真的单纯很希望可以跟每个人是能够相处得来的，比较不希望说大家相处都是那么的尴尬。那如果说你们真是交往中的人的话，会建议你们啦，可能可以多去了解一下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妈妈、奶奶、他的姨婆之类的。然后他跟两个亲戚很好，随便就跟他很要好那些的亲戚，那些女性的长辈们，或者说那些女性的朋友们，不一定是指长辈，所以可以指说女性的朋友。那他们是如何看待于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别人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评价，会去影响到他会如何思考着你们俩之间的互动，能够到达什么样一个程度，或者说他要不要喜欢上你们，要不要跟你们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人的嘴巴、言辞都会去影响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中的进展的。好，然后在我们所抽到的是节制。好，你们都抽到大牌耶，小牌配大牌。好，那节制牌的话，就代表说，其实他现在会愿意跟你互动的原因，就在于说，他其实对于说你这个人，其实还算是蛮有好感的，然后还是会蛮想要知道说你的个人的想法，或者说还是蛮想要去更加的了解你这个人，或者是说蛮想要在透过了解的过程当中，去明白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像你这样类型的人。那这段关系中的话，洋洋会认为就是这一个人可能他的想法上面会真的容易被他人给影响，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人也没有到那么的固执，或者是说其实他会参考别人所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评价，然后来去取决说他到底要不要去接受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所以如果说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对方是深贵的话，那你们喜欢同性的人，那建议你们其实跟他相处过程里面尽可能的表现自然一点，然后不要过度的付出，因为其实这个人蛮不喜欢被别人给讨论的，他不喜欢成为别人的茶余饭后的谈论的这个对象，谈论的人。那如果说是同性的人的话，你可能要尽可能的跟他家人有接触，或者说可能跟他最好的朋友要有一些的互动。如果说他不愿意的话，或者说他有所防备的话，那你们就要留意，就表示可能这个人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喜欢你，他面对于你们的时候真的单纯只是一种友谊，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有很高的几率就单纯真的只是一种比较没有办法有进展的可能性，只是一段普通的关系而已。在对于洋洋来说，看到这一组人，因为我们这边是小牌配2张的大牌，所以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更加在乎的是他内在的一个平衡度。然后因为其实这2张牌都属于比较偏向阴性能量的牌卡，那就代表着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真的会比较谨慎一点，或者说他所要求的对象那个程度会比较高。那他这个人其实也不太喜欢浪费时间在一个可能比较没有结果的东西上，所以当你们越想要得到这个人的关注，或者说可能越想要得到这个人所对于说自己的在乎的话，那你们也必须要比他更好，或者你们跟他在同个水平之中。如果说你们真的比他低比他差的话，那关系基本上就比较难。那这个好跟差通常是指说外表、内在还有现实层面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不能远距离，如果说你们真的太长远距离的话，有人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基本上就没希望，就是你要进展蛮难的啦，除非他就是有考虑要跟你在同一个城市，那可能就没关系。
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蛮讨厌工作被别人吵的，所以如果说他工作，你最好不要去吵他，也不要去干扰他。如果说你真的干扰他或者是吵他的话，他会觉得你这个人还蛮烦的，那关系就会容易变成是停滞的状况，就是不容易比较难有进展的这个机会。那当他心情好，或者说当他愿意跟你更进一步的时候，他话绝对比你现在想象中的还要多。那纵观来看，你要说对方到底有没有想见你呢？有人会认为还要再往下看。那基本上的话，没有特别想见你，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邀约他，你想见他，他也不太会拒绝你，他会愿意去接受。他可能跟你很认真讨论什么时候见面，然后什么样的原因状况之下无法见面。对，就是这个他对你的感情的话，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到那么的多，就是蛮一般的。对，不像第一组真的很惨那我两人就觉得第一组真的超级无敌惨，就是看到觉得很心疼。这一组还有救，大家再等等看。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月亮牌。好，那月亮牌呢，就代表说，可能要看其他的牌卡啦，洋洋先保留好了。那首先月亮牌的话，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蛮明显，就是他没有太多的心思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或者是说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比较倾向于是有一种想要你这个人，但是又还不想要去决定这段关系的这个想法。意思就是说，他很享受关系两人之间好的那个状态，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他负责任，或者你真的希望他可以给予你在关系上一个承诺，或者是说去承认这段关系存在的话，其实这件事对他来讲是比较困难的，甚至有时候也不太可能。因为首先这样他本来就不太信任身边的人，除了他的家人。可是杨会觉得他连他家人可能也不太一定很相信。他在对待说那些人的态度上的话，其实就是真的蛮自我的，就是蛮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他其实本来就会想的很多。那最后其实如果说你们是有在现实生活中相处的人的话，或者说你们可能有现实中关系的人的话，其实以他角度来讲，他也是没有办法是能够投入在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他心里面就会很担心跟害怕。会担心说，如果真的选择你的话，这种关系是对的吗？是好的吗？那我会开心吗？那适合我吗？之类的。可是杨会认为他只是因为他真的没有那股冲动，他也没有，应该这两个之间是真的比较没有来电啦，所以他在面对这段感情才会有那么多的包袱，才会想的那么多，想的那么的远。但实际上谈感情真的也不太需要想那么多，总是会需要有一点冲动，才有可能让关系是能够往下走的。那确实最后其实当他可能真的遇到了挫折，没有人可以聊天的时候，他会想要见你们。但他想要见你们只是单纯是在于跟他相处过程里面，你能够给他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就是会有那种两人相互的吸引力的存在，所以才会让他容易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很比较会希望你可以陪伴他。可是如果说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对说想要见到你这件事情的话，他的企图心目的性是蛮重的，因为他的企图心跟目的性就是在于他希望你能够多陪伴着他，你能够让他看到这世界上美好的事情事物。好，然后在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8。那钱币8呢，就代表着你看这边钱币8蛮特别的，就是很像圣杯8的感觉。可是这边钱币8就代表说，你们可能要有一点自我的意识，就是说你们必须要非常确定，究竟这个人你们跟这人之间有没有商业上的关系。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有事业商业上的关系的话，其实这段关系你要说有进展的几率只会越来越低而已，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你能够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然后你能够
成为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朋友。他会认为其实你是能够帮助得到他，然后你是真的打从心里为他好，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是真的不太想要去失去掉你这个朋友，失去掉你这个人。但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毫无在商业事业上的关系的话，那这段关系其实总有一天会结束，或者说总有一天其实会没有任何的下文，或者说其实对方就会莫名的不见跟消失。这个原因是在于说，当他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就已经有定位，心中就是已经有想好了。可是如果说当他有一天真的工作上面他要不顺利的时候，他其实就会想起你们。所以杨会认为啦，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中来看的话，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认为你是他的一个心灵的避风港，或者说你是他的心灵的鸡汤。他会觉得其实跟你相处，他是能够感受到有一种其实我没有那么差的感觉，或者说他会认为他在你面前是能够容易的把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个样子表现出来。那这个人他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远距离，一直强调，对，然后他就是会蛮希望说都可以陪在他的身边，就算真的都没有做任何事情也没有关系，就是能够都一直陪伴着他，让他感觉到有一种这个世界就算抛弃了我，但是你终究也会陪在我身边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本身在看待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实际上相处是成为这段关系里面一个消除他内心之中的孤寂、孤僻、孤单、担心、担忧这个最好的方式跟做法。所以陈姐这个人真的不要远距离，远距离你就是放弃吧，跟他谈网恋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而已，除非他有考虑到你的城市。他考虑到你的城市，请他先做到。他只嘴巴上讲讲，跟他计划好而已的话，不要相信。然后这个人呢，如果说他要你去他的城市的话，请你先确保你的生活是无虞的，就是说你不用去担心你的钱财的部分。如果说你去那边你找不到工作，他是不会养你的，他超讨厌废物，他非常不能够接受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他能够接受工作能力，还有是说，薪水财富是跟他平等的人，他是 OK。但是如果说是低于他的人的话，他真的没办法接受。他现在表面上说我愿意养你，都是屁话，请不要相信。这个人他感情里面呢，对他来讲，务实是一件他永远摆脱不掉的东西。恋爱脑只是一刚开始而已，久了他的那种现实层面的想法就出来了。好，然后再有抽到的是教皇。好，那教皇牌在那边就出现，就表示说很明显的，就是说这段关系呢，如果说你们是异性恋的话，然后在适婚年龄的话，其实他会有考虑要跟你走更长远，比如说要结婚。那如果说你们是曾经双方之间是，或者是其中有一个人是有婚姻的人还在婚姻当中的话，他会蛮怕，就是两个人之间这段关系会变康，会被别人给发现，那完蛋，就会有一些在法律上的责任，是很麻烦的。所以呢，他其实久了，他会其实面对说这段关系会有一点麻痹了，或者说就会跟你保持一点适当距离，因为他也不太希望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他的婚姻。那如果说你们喜欢的那个人呢，他是异性恋，你是同性的话，那关系里面中，他其实会想跟你继续当好朋友，可是就不想跟你在一起。那对于说这件事情要如何去说服你，或者说如何让你去接受，是让他觉得蛮困扰，也是蛮烦恼的事情。他会再重新思考，到底应该要如何才有办法，让你愿意为了这段关系有一个就是说会愿意去接受他的想法啦，接受他的一个决定。对，那如果说两人都是同性的话，那你可能要了解到说他的出柜程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那如果说他本身是比较是深柜的话，会建议你们就是私底下来就好了，不要做那么明显。
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半公开的，那你就按照他的步调走就对了。因为其实看来，这个人啊，他本身在对说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自己的感情上面的话，他有他自己一套的逻辑跟见解，所以你们其实很难可以去掌控的好这段关系。那当出现了祭司，祭司吗？还是我排练，我有点忘记他的中文翻译是什么了。好，反正呢就是像这样的教皇啦。那反正就是教皇这样排，就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更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觉，然后更相信自己的认知，然后也很相信他自己一直来的生活中那个经验。所以呢，对他来讲，到底有没有想要见你们讲这么多废话？洋洋会认为，这段关系之中，就是当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当他觉得心里面没有人可以安慰他的时候，你就是他最想要见的那一个人。可是就单纯只想跟你吐口水而已，就是没有到情感中更丰沛，或者说情感当中比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感觉跟想法，就是蛮单纯的一段的关系。怎么办？你有点担心第三组对不对？你们第一组跟第二组真的是让人就是没有明确是有那种爱情中的存在。第一组更惨，那你们这一组其实还是会有点暧昧的氛围，对。所以或许你们可以去找老师占卜，或者说找杨占卜来确定一下，说到底对方对你有没有爱情的感觉，还是说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胡思乱想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这张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皇后。好，那当出现钱币皇后呢，就代表着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蛮享受，也是会蛮喜欢跟你们相处，所以他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走得比较长远，然后是两人之间是不要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说不要有一些的争执跟吵架。他会希望说这段关系中的你们是能够有一些还不错的互动。他不想要关系变得太复杂，他希望说关系走得很长久。所以如果说这一个人他真的没有跟你们讲过说他喜欢你的话，那你们现在看到这支影片，基本上呢，对方就真的只是把你当朋友的而已。所以当他想见到你的时候，就是在于说可能他需要有人陪，或者说他可能真的需要有人可以说说话，或者是说他觉得可能生活上面受挫了，那你是能够安慰他的那一个人。其实看起来你们在他心里面算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他会认为跟你们相处是比较能够做他自己，所以他就会很想要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好，那我们就给会员的讯息好了。那给会员讯息就来看看说他在对说你们关系中他接下来的打算，对，他接下来的打算。那如果说是给性向同性向双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看说最近对方他有没有喜欢你们，他有没有喜欢过你们，他有没有过喜欢你们。对，好，那这句话就我们是给予会员你们专属的讯息。好，那这句话我们来去往下看，就是在关于抽到的第二章权杖六。那权杖六呢，就代表说其实他会倾向于说让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是能够保持在一个适当的互动就可以了。就说现在他在面对说关系中的一个进展下一步他比较没有，那这个他确实有时候还蛮想见你们，或许是因为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见面相处过程里面是能够让他感觉到有一种被尊重，或者会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或者说会让他感觉到自己是真实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跟性格，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跟你这件事还蛮有缘分的。因为其实洋洋会认为啦，选到这组的你们，对方他是很喜欢跟你相处是真的，然后他也是会蛮在意你们这个人的想法跟态度，但他在意的程度就只是单纯在于说你是他的最好的朋友，或者说他很想跟你当很好的朋友，他对你的感觉洋洋会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相处，可能才会激发出来，才会需要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事件慢慢去验证。因为其实现在对于他来说，他真的把你偏向放在一个比较像是一种死党的状态，或者是说比较像是一种
他希望你可以在他旁边陪伴着他，但是他又不太需要，或者说也不太需要去顾虑，应该不太需要顾到你的心情，不太需要去顾及到你的感受，因为他会认为你应该是能够了解他的人，然后他也希望说你是属于那种可以说约走就走的人，他也不想要你可能有太多的情绪，或者说他也不想你有太多的废话，就是说在面对说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向往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处和谐的，是相处好的，不会因为有一些的情绪在，或者是会有一些外在的因素来去影响到两人之间的这个情谊。那洋洋会认为说，这个人他说应该算是蛮聪明的，就是他会知道说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能够把你绑在他身边的。他会尽可能的让关系能够维持的长久走下去，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离开他，他会难过，那他也会尊重你的意见，所以他是不会挽留的那一种，他是非常明确知道他自己到底适合或者说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是圣杯皇后。好，那圣杯皇后呢，就代表着其实在关系当中的你们，以他角度来说，他其实有时候会蛮担心说你会离开他，或者说你会不太愿意接受一些他个人的个性想法，或者是说作为，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在乎你，他特别在乎你，你们特别有缘的时候，他其实他情绪蛮容易会跟着你走，或者说他蛮容易会去在乎留意到你的心理的状态是如何。可是当两人越来越熟，然后他也觉得对你的感觉没有像当初那么强烈的时候，或者说他已经拒绝你告白很多次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反而是你会容易被他情绪牵着走，然后你可能会特别去在意他的各种的表现，或者说他各种的状态。那当这种时候，他就觉得其实蛮不自然的，或者说其实他会觉得蛮有压力的。那也会认为说，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呢，那蛮明显的，对方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面对你的时候，他确实真的蛮想见你是没有错，但他见你的感觉，见你的企图，他的想法，就单纯是在说，我想要跟你出去玩，想要跟你这个好朋友继续联系下去，想要跟你继续保持在一个和谐的关系。那我们是值得能够去探索说，究竟异性恋中的人是不是对方会想要跟你有更进一步？因为其实当年纪到，大家其实都还蛮想要，应该会想要结婚啦。那如果说是同性之间的人的话，可能就要看看说，究竟这个人他是属于宁缺毋滥型的吗？还是说其实他到底对感情是不是很认真？对，因为其实我们在面对说不同性向的话，或者说不同的性别，大家所专注的地方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们可以稍微去探索一下，到底对方他自己到底在意的是什么，面对感情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有人会认为啦，这个人他应该不会讲，那你们不会老实讲，但是你们可以你们可以透过自己的观察，因为其实这组你们应该是蛮聪明的，只是看你们到底愿不愿意相信你们的直觉，或者说你们观察到的东西，就不会让自己太过于受伤。好，那这些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看到就是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目前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你们的感觉会是如何呢？好，洋洋为大家抽第1张牌。第1张牌这边所抽到的是魔术师。好，
那看实务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呢，目前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很明显就是或许你们之间现在你会感觉到有一种爱情的甜蜜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其实对方所给予你的回应啊，或者说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蛮不错的。那我有可能在你们关系里面，前一阵子是属于比较停滞的状态，或者说是比较没有明确的进展，又或者是你会比较没办法明确的感受到究竟这个人对于说自己到底是不是有好感。那终于在这几天，或者是说在最近的时候，他终于有一些的表示，或者说有一些的表态，所以呢，就会让你们在看待或者说面对说这段关系，开始逐渐的感受到自己或许其实是有机会在关系里面得到对方的青睐，或者是说能够在对方的心里面是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是这段关系是有个明确可以往下走的这个可能性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那关系之中的你们的话，当然会很想要是能够赶快有加速的进展的这个机会，但有可能对方一些行为啊，或者说你们一些的外在因素，或者是说目前现在生活中现实的状况，所以会让你们真的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或者说那么迅速的，是能够再继续的往下走，或者是说是能够在有一个明确关系中的进展的可能性。因此呢，在目前的对于你们来说，如果说真的会很想要跟这个人有进一步的发展的这个想法，或者说一些行为跟举动的话，其实有时候你们也是会去看一下，说到底对方对说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当对方的态度也给一些还不错的回应的时候，你就会给他更多。那其实也看起来就是一直你们都给对方非常的多，那对方也是给予你们还不错的回应，所以才会有可能让你现在目前在对说这段感情、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会觉得还蛮有机会的。那看起来可以知道说，很有可能你们一直在说面对到的人，或者是说你们一直在说，这个人的话，很有可能跟你之前的遇到的对象的类型有点不太一样，或者是说他的一些行为跟态度，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现在相处的模式，也跟你一直在说喜欢的人，或者说过往的感情当中是完全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们目前对说这段关系会觉得还蛮有新鲜感，或者是说会觉得是有一种全新开始的感觉。而且你们其实现在看起来信心程度是还蛮高的，那只是很有可能只是对方现在目前所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会有时候让你感觉到还是有一种保留的状态，或者是说还是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被他给相信，然后关系就只能一直停留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当下这个状况，所以你们心里面既开心，但是又很担心。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第二张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圣杯八。那圣杯八就代表说，可能会分两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意味着，其实你们已经从过往的感情中的伤害已经开始逐渐走出来了。那曾经过往的人所对于你们各种的伤害呀，或者说你们可能因为被感情里面受到伤害，你们就不太愿意去相信新的人、新的关系，或者说你们可能也不太愿意去面对新的相处的模式。但是因为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们看有魔术师嘛，所以就表示你们开始逐渐的能够去放下对于情感中你们比较没办法放下的那一块，或者说你们一直来都放不开的那个部分，也开始逐渐的烟消云散了。所以呢，目前的你们呢是认为自己是能够值得朝着更好的感情路走，或者说你会觉得其实跟这个人之间相处过程里面，就算可能真的没有一个可能性，或者说没有可以在一起的机会，你们虽然会很难过，但你们更加会开心，说自己终于从原本比较不好的情感路慢慢的走出来。那当然新的未来的方向的话，会让你觉得蛮多的担心跟担忧，还有蛮多的害怕，但是你会认为其实这些的努力啊，或者说这些的付出是非常值得做赌注，或者是说是很值得往前走的。然后第二种解释就表示说，很有可能过往你们俩之间，主要是在讲你们俩之间相处过程里面，可能对方有对于你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动作，或者说可能有拒绝过你等等之类的。就是说你们俩之间原本相处本来没有到那么顺利那么顺遂，或者说可能不容易得到对方各种的好。
那终于在随着你们的各种的努力的状况之下，或者说在随着你们为了这段关系做了很多能够去改变这段关系的相处的模式，或者说你们可能也想办法去改变他的想法，或者是说你们动之应该说你们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付出，然后让对方终于愿意相信你们，或者说愿意跟你们再更进一步。所以现在的你们呢，就还是会就是会认为说，或许他已经改变了，或者是说或许这段关系是有个进展的可能了，那你也愿意去放下原本在看待说这段关系之中你们不太愿意去面对的那一切，或者说你们可能不太愿意去相信的那个部分，面对这个人你们会很想要试着相去看看，那就算真的受伤了，你们会认为说这一切都是你的选择，所以你也愿意去承担。所以主要就是你们自己主要会认为看待说这段关系会想要再更加信任他一点，或者是说会想要在更多的会愿意付出更多的情感在这段关系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红灯所抽到的是月亮，哇，马上抽到月亮了，你看这圣杯八走向的月亮有没有？好，那其实这边就代表说，在你们俩之间，目前对你来讲，你会觉得其实跟这人之间真的很有缘分，然后你会觉得其实跟这人之间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吸引的感觉，你很常会想到这个人，然后你们也会觉得莫名的很有缘分啊。就是说感情你们本来真的没有那么想要那么快投入，或者是说你们本来真的没有打算说可能真的会喜欢上这个人，或者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在你们的名单里面，可是就会因为在跟对方相处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跟对方相处的各种细节里面，或者说可能他的任何的表现跟表态，让你会感觉到你好像能够冲一波，或者说你好像其实能够多信任这个人一点，或者说你能够给予说这段关系再多一点的机会。那关系之中的你们的话，虽然心里面有一点担心害怕，不晓得自己到底应不应该真的去投入，或者是说不晓得自己到底应不应该要去进入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或者是说多为这个人做点什么，但是呢，你们的内心或者是说有的人会觉得命运的安排，例如说你们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特别想要见这个人，或者说当你们每次要放弃的时候，讯息就来了，他的态度就来了，或者说你就开始跟他巧遇了，就是很常会在于你们好像每一次都不想要再去经营的时候，对方就出现了，或者说任何的消息就来了，你就觉得有一种仿佛是被命运牵引到的感觉，或者说你会觉得两之间就是会有那种莫名的吸引力。其实跟着他相处过程里面，你是感觉到相当的舒服跟舒适，并没有到说是很有安全感，而是说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仿佛有一种找到自己，或者说你会有一种原来这才是谈恋爱的感觉。就是你有时候会有一种这方面的想法，或者说有时候你会有突然心里面会油然升起这样的一份的感觉。那在面对说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是很正常的，你也会觉得你能够去控制好，可是当可能真的关系停滞，或者说得不到对方任何的讯息的时候，或者说得不到对方任何态度的时候，其实你的心中还是会经常感觉到会有一种郁闷，或者说会有一种痛苦，或者说会觉得你有点不太认识你自己，就是因为关系中的你们，其实杨会认为你们俩之间的阴性的能量，或者是俩之间的内在的连结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其实杨会认为说这组的你们应该算是三组之中最有缘分，或者是说会最有来电。杨会觉得其实这组你们来电的几率非常高，就是双方彼此之间是有互相奔向的这种关系的几率是非常的高，因为看起来啦，就是对方他一定有给你一些还不错的回应，所以才让你们面对说这段关系会有这么多的情绪，或者是说会有这么多个人的想法，或者说内在的一个感受是还蛮重的，也是杨会觉得是蛮明显的。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关于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看到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你心中所想那个人，他会不会想要见你们呢？好，那接下来的话为大家抽到的第1张牌是宝剑王牌。好，那当出现宝剑王牌的话，就代表着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在面对他的时候，那也算是蛮恭喜你们。可能在前阵子的时候，两人之间的相处状况看起来就是蛮低迷的，或者是说没有到那么的好。如果是总是会碰到一些的阻碍跟困难，如果说可能对方的态度让你，对方态度比较不明朗、不明确。所以会让你们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其实经常会有蛮多觉得很困惑的地方。那其实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也是真的犹豫了非常的久，或者说他会真的还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相信某一个人对于他的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说某一个人在对于说这段关系到底是真心的为他好，还是说其实是别有所图，又或者是说其实是有别的企图心，又或者是说是不是这个人是能够让自己相信不会再去伤害自己的人。那最近的他的话，在看待说你们这段关系，看待你这个人呢，他确实经常会蛮常会想到你们。那蛮常想要你们的话，太过于细节样，可能就不太会就是说比较没办法说太清楚，因为毕竟这是大众占卜。那如果说是以大方向来看，就表示你们有让他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那这印象深刻的事情通常是代表好的事情，或者是说这印象深刻的事情是让他觉得其实你的任何的作为，你的任何的行为，或者说你的任何的态度，其实就是表里如一，又或者是说是能够值得让他去更加信任你们这个人。所以当出现宝剑王牌的话，如果说在关系之中是一个停滞的人的话，那其实关系就会算是蛮有机会会有明确的进展。那因为这个想法是刚刚运行，或者是说才刚开始有萌生出来。那当萌生出来，我们就会需要一点时间去让它累积，或者说需要一点时间，有一点契机，可以让他去更加的相信你们。不过看起来就是其实对方他在最近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他是慢慢的打开他内心里面比较封锁的那一块，或者说他开始慢慢的愿意去相信，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你的真心，你是真心为他好，或者说你是真正的想要让这段关系可以有一个进展的机会，又或者是说你是打从心底的会希望跟他的你是真心的想要跟他在一起，或者说真心想为这段关系做付出。那当然出现宝剑王牌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完全的确保说关系之中到底能够进展到一个多么美好的程度，或者是说关系中的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在交往的这个阶段，其实是有点看不太出来。但至少可以知道说，原本对方所对于你的防备心，或者说对于说这段关系中很多的担忧，或者说他很多个人的想法的话，他现在状态就是烟消云散了，或者是说他算是想通了，比较愿意去以不一样的姿态，或者说不一样的想法来去面对你们，或者说来去经营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就是比较不会是一直把他自己困在一个他自己所谓的世界里面，或者是说他自己的象牙塔之中。好，那洋洋为大家抽第2张牌。好，那第2张牌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3。好，钱币3呢，在这边代表说，最近的他的话会比较倾向于说是他确实蛮想见到你的，这是真的。然后他也会希望说可以跟你有更多实际上的互动跟相处。那最近的他的话，他可能稍微会有点冷漠的原因是在于说，他要去思考要如何可以让你跟他有更多互动的机会，或者说他可能会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试试看该怎么样去加深两人之间的羁绊，或者是说让两人之间可以互相更多的认识。那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知道说，本身这个人他在看待于你的话，他现在目前仍然是用理智的状态去看待，
而且这个理智状态是会希望说透过日常生活中或者说两之间的相处的方式来去明白，或者说让自己去验证于说自己所想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其实蛮明显就是对方他最近的意图呢会倾向于说是在于跟你之间的互动会是一个观察期，或者是说会是在一个需要一点时间，然后需要一点互动，才有办法去确定说他在面对说你这个人，或者说跟你相处是不是真的如同他所想的。那如果说你真的如同他所想的好的那一面的话，那关系要进展就会很有机会，因为他就会决定好。只是现在最近的他会比较希望说两之间会有实际上的互动，所以最近的你们尽可能的可以在他旁边晃啊，或者是说可以多邀约他出去，或者说可以多跟他有一些实际上的面对面互动这样的情形。那如果说你是团体活动，可是跟对方又不熟的话，那就会多去参加只有他才有出现的活动。对，那如果说你也是会希望，就是只要是有他的场合啦，你就尽可能要出席，就是不要都缺席，或者说偶尔才出现，你就要多一点，你可以跟他表现，在他面前表现的机会，或者说你可以多想办法，尽可能的展现出可以让他值得信任你的那个样子，对。因为其实看起来本身这个人在面对于你的话，目前他的想法是先多增加两人之间相处的机会，然后多互动。那这样透过互动的过程里面来去看看说，究竟你的这个人是真的如同他所想的，或者说你的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是真的，就像是你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这个人他其实看起来是比较害怕受到伤害，或者是说比较不希望他的感情，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又再次受到了一些的波折。所以最近他不仅会跟你愿意有更多互动之外，那他也会多参加你的邀约，那尽可能可以是在一些公众场合，或者是说是一些团康活动、团体活动会比较容易。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跟他有在工作上的一个往来，他会比较能够去，他会接受，然后他也想看一下你们工作的态度是如何。好，然后这样抽到的是权杖皇后。那权杖皇后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对说关系中的一个进展的话，算是一种运筹帷幄啦，就是他自己会想很多，那他自己会预设很多立场，那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一个假设的情况。那如果说当这三张牌搭配起来的话，杨会认为说，其实以他的角度来看，他会脑海里面经常浮现你们俩之间各种场合的相处的模式，或者说各种相处的方式，那但都是那种想法，那种的想象都是属于比较正当的啦，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深夜话题，所以大家不用太好，可以先收一下心。他对待于说你们这些的想法的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说，可能在工作中如果这样子互动，你会怎么样表现，或者是说这样跟你讲话，你会有什么样的表态，或者说他如何表现可以吸引到你的注意力，或者是他跟你互动当中，你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他，所以他的脑海里面会有浮现很多关于你们俩之间互动，或者说关于你们俩之间在相处过程里面，他要如何去更加的探索你这个人，或者说更加去了解到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对，因为其实以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会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然后来去明白知道说他究竟有没有看错人。所以有时候如果当你太过于刻意做作的话，那其实他会不太去相信你是这样的人，所以尽可能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或者是说跟他相处的互动当中，你如果可以的话，就尽可能表现出比较自然的样子。不管你再怎么紧张，或者说再怎么的害怕自己出糗，有时候在这个人面前出糗，他反而会觉得是一个你最自然的那个样子。可是出糗不要太白痴就好，就是这样比较适当的一个状况。因为只要在一个比较适当的情形的话，其实他会觉得你这样子是蛮可爱的，所以他的想法上面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他就会希望说，两之间的互动当中不要有任何的轻慢，或者是说是能够在一个坦诚相待的方式，
对待于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真的蛮常会去想起你们这个人，或者说他其实真的还蛮想要见到你们这个人。所以就表示说你们前面的验证牌的讯息的话，就是有符合。最近为什么你会觉得对方好像跟你互动比较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你的前面的牌验证牌是1嘛，那你现在也是出现1，对，所以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算是有一个全新开始的机会，所以不妨其实需要在座的你们可以多多把握最近对方愿意想跟你有更多互动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们不太确定说究竟他这个动作会维持多久，会不晓得究竟他是对待于爱情的态度是如何。如果说真的后面他发现你不符合，或者说你没办法达到他所期待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考虑说，那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要收手了，或者说可能这段关系他是不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他自己接下来的一个态度跟行为，避免让他及时踩刹车，结果你完全陷下去了。他这人会稍微有一点这方面的想法，他算是蛮会为他自己的行为做负责的人，至少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他也不会是随便想要去试探别人的人，对，除非是这个人真的对他真的对这个人很有兴趣，他才会做出一些行为跟行动，因为不然大部分来说，其实这个人他的观察期会有一点久，或者说可能会用比较谨慎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每一段的缘分，他不是那种会处处留情的人，对，但是他蛮喜欢交朋友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这边所抽到的是教皇牌。好，那教皇牌呢这边就蛮明显的讯息，就是如果说对方是同性的，你们的性向必须要是能够符合他所想要的。所以如果说对方他是喜欢同性，你是喜欢异性的，你喜欢上他，你就是没有机会。对，因为必须要两件性向都是有符合他所要的，那这样才会有相同嘛，就是两之间的磁铁才会互相吸引嘛。如果说两之间喜欢都同样性别的人，那就没机会啦。对，好，那再来就是，如果说当出现教皇牌，就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蛮看重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还有相处的当下的氛围，还有互动的过程里面到底顺不顺遂，顺不顺利。所以假设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没有那么熟，要约出来见面，单独见面的话，记得你的机会可能只有2到3次而已。一旦这2到3次没有单独见面成功的话，你就跟他就会觉得，跟你之间可能就没有机会了，那可能就没有这个缘分了，那他后面就不会再主动，他也不会去邀约你。如果说你邀约他可能还会答应啊，但是可能他就是力不从心，就是说他不想去，就不会再那么勉强他自己了。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真的蛮看重所谓的缘分，然后也蛮看重他自己内在里面的声音跟感觉。所以你们全切跟这个人相处，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地雷到底是什么。例如说他这个人本来就是很爱护小动物人，结果你都一直伤害小动物，或者是说你在对于那一些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团体你却很残暴的话，那他就不喜欢你。这个人他非常看重他自己的所谓的条件，他心里面其实有一把尺，他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他有不能被踩到的地雷。他在面对说挑对象这件事情的话，他除了很看感觉很看缘分之外，他也很看重他自己跟这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办法走得很长久很长远。就算100个人说你很棒，那只要他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了，你就是没有机会。所以别人身边的人所对说这段关系中的评价是不会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但是他在对于你的这个人的评价就会去影响到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进展。这是洋洋特别针对说教皇牌这边的洋洋的个人解释啦。那当然书上面解释不一定是这样讲，但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是真的很注重他自己内在里面的声音，所以你们一定要去了解到说到究竟这个人他不喜欢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如果说你们真的做到了，一定要想办法赶快去扭转。
可是如果说当他一旦这么认定的话，要扭转就很难了，就是没有那个机会了。因为这个人他稍微会有一点死心眼，或者说其实这个人会蛮容易的，会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可是也是因为他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当你们这样关系，无论如果说他真的喜欢上你，或者说跟你在一起的话，100个人说你不好，但只要他觉得你好，你就是最好的那一个，他不会管别人说什么，所以他算是蛮痴情的一种，只是在前面的铺陈或者前面的追求那一段路很漫长，你们可能就是看谁最有耐心，才有办法赢得他的芳心。好，然后再想抽到的是钱币。好，那钱币呢，就代表说，其实现在他没有那么快的想要去让这段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进展，不是，应该是说没有那么快明确的答案啦，所以可能要再过一阵，至少要1-2个月啦，1-2个月之后，应该就会有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出来。那只是最近的他会倾向于说，先让这段关系是稳定的发展，然后是走得长远，然后透过这个走得长远跟稳定的发展过程里面，他再去慢慢的看，或者说慢慢去探索说，究竟你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到他所想要的，或者说他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他是真的感觉到是愉快的，或者是说你这人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得很长久跟长远。所以最近的你可能会建议说，可以多跟他相处，或者说可能可以多跟他互动，然后尽可能的去了解一下说他不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那当然如果说你们能够再去更加了解到说他喜欢什么的话，那这样的话一定会是最好。对，那只是他的地雷，你真的不要去踩到。然后最近的他会希望你们可能可以偶尔顺从他，无论对你们来说真的有多困难。那如果可以的话，去顺从他。那偶尔没有顺从他是可以，但大部分来说要能够去顺从他，才有办法去让这段关系是有明确进展的这个机会。其实现在的你们就是一种留校察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要说他到底想不想见你吗？有，他想见你，就是他蛮常会想起你们这个人的。其实他现在啦，应该是还蛮想要谈感情，但是他又觉得好像身边没有让他觉得值得谈感情的对象。洋洋大胆的猜测，你应该是他现在身边唯一的人啊，这洋洋的认为。那没关系，为了验证，我们就给会员的讯息。我们来看看说会员的讯息的话，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现在身边有其他的对象吗？好，我们就给会员的讯息，来看看说他心中有其他的对象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力量牌，这因为大家抽到的第3张是力量牌。那力量牌呢，就代表说，其实在2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的话，以他来说，他其实最近真的蛮常会想到你们，然后他也是很在意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但他的心情上面会有一点复杂。他复杂的原因就是在于，他有发现到说他常常忘不掉你，然后会特别的在意你，然后会总是想起你，然后又会一直很想要把你一直会希望说你可以出现在他的面前，出现在他的身边，然后又希望说他可以去控制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发展，又可以去预测得了说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的表态会是如何。就是他的心思上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小复杂，或者说会有很多个人的小剧场。所以当出现这张力量牌，更多是在说他想要告诉他自己说，我不要想那么多，或者说我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的时候，就是不要有太多自己个人的想法，或者说自己个人的预设立场，因为他觉得其实那一切对他来讲都是对你来讲是不公平的，然后也都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他的心思现在其实有点小复杂，他就有时候想要见你，但见到你好像又会很紧张，然后又不知道说该如何去验证你到底是不是值得适合的对象，还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到底是不是值得他可以再付出的人。因为其实他的内心之中是真的蛮害怕会受到伤害，或者说其他的内心里面是真的不希望说自己的感情是会再一次的判断错误。其实他这个人也很有可能过往的伤痛真的还蛮重的，
然后面对说感情的话，总是没有办法遇到让他觉得合适的人，就算真的遇到的话，对方也不一定喜欢他。所以目前的他来讲的话，他会尽可能让他自己压抑，他现在是压抑他自己在乎你的这个心情，或者说压抑着他想要去那么快做决定的这个想法。他现在就有点算是真的一直不断在观察你，然后一直不断在看看说到底你们这一组的人是不是真的适合他，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是忠诚的，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很想跟他在一起，还是只是他自己个人的单相思而已。所以最近的话，你们这段关系应该是蛮值得努力，只是你们真的要去明确知道说，究竟这个人他所在意的点到底是什么，他不能踩到的地雷到底是什么，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的地雷一旦被踩到，他就是会完全对那个人就彻底的没有感觉，就是很难可以去拉回来，就算拉回来也不像以前那么的爱。所以现在这种比较像是一种有活在美好的想象里面，所以这是对你们来讲蛮有利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本身就不太抗拒你们这段关系了，他现在抗拒的是他自己内在里面的心魔，不太想要那么快的去进展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那这个人他所在意的程度，杨会觉得他真的很想要见到你，会想一直见到你，对，所以会是说蛮恭喜你们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那下一张的话，这边所抽到的是掉了。好，对，杨晨有点发出奇怪的声音。好，圣杯王牌，看圣杯王牌就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你们都只抽到很不错你看哦，你们的验证牌抽到1，然后你们第一张的牌抽到宝剑王牌，现在抽到圣杯王牌。你要说对方对你没感觉吗？有啊，他对你当然很有感觉。他这是多么的想要见到你们，多么的想要去发展进展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也算是说恭喜你们这段关系否极泰来，然后也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光那个时刻。那只是现在的他的话，他有发现说他对你们的感情其实有点太多了，对，所以他有点刻意的让他自己踩刹车，让他自己不要那么快的沦陷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感情当中，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那你们一再的付出，其实他都感受得到，那他也都看在眼里，他也是会希望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走得很长远，是能够走得很长久，会想要两人之间的互动上面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到彼此。所以最近呢，他对于你们这些的主动的方式的话，也是来自于他内心之中所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个渴望。所以最近的你们会常常感受到他可能会特别关心你们，或者说会一直来看你们的动态，或者说会一直回复你们的讯息，然后或者说会一直观察着你们，或者说会一直在你们身边晃啊。所以千万记得选到这种你们最近千万不要走远距离。对他来讲，他是真的很喜欢，或者说很想让这段关系是能够有一个目前还有明确的进展，但偏偏就是因为我们抽到前面的牌嘛，这个人他最近其实有点偏理智。那只要你们能够去勾起或者说唤起他在对于爱情里面的渴望，或者是说最近如果真的有一些的浪漫的地方，你可以多找这个人去，因为最近的他其实在对说浪漫的事情，他会比较容易跟你挂钩在一起，或者说会蛮容易会想到你们这个人，所以最近你们可以多尝试看看。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是问已经断联中的人的话，那表示最近的他对你们是很有感觉的，或者说最近的他其实还蛮想要跟你们恢复联络。可是要不要恢复联络这件事情，有人会觉得可能还没那么快，还是会需要一点时间跟契机才有可能，就是他身边必须要再发生一些的事情才有机会。但是有人会觉得，可能选到这组的你们断联中的关系偏少，除非是那种可能断联1-2个礼拜，你们就觉得那是断联，那也可以。那就是等到对方他跟你恢复联络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的作为，跟会有一些的做法，就是会想要跟你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这个想法在。对，那大部分来说的话，本身这个人在想到你们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满满的感情的，他是真的蛮想念你们这个人，然后也蛮喜欢你们这个人。
对，希望后面会有机会抽到恋人牌。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也没办法了。但是没关系，因为至少表示这个人他其实现在最近对我们两个之间这段关系还蛮有信心的，洋洋会觉得是一个好的兆头。好，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圣杯九。好，那圣杯九就表示其实最近的他就真的会有踩刹车的状况，那他就会让可能就是说他会让自己尽可能不要自己去想到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他会尽可能让他自己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去面对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就是他的态度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会想要让自己不要再那么轻易的被他心里面的感觉给影响，所以他会容易找很多事情给自己做，或者是说他会尽可能的让他自己不要那么容易的把这些情绪总是陷在一个那个里面。所以最近他应该会蛮喜欢跟朋友互动，或者说可能会跟朋友出去，就是他不会尽可能让他自己不要把太多的心思跟时间放在你的身上。那并不是因为他讨厌你，或者说他不喜欢你，而只是单纯他会觉得这样的自己蛮烦的。这个很烦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当他总是一直想到你这个人，或者说都是想到这段关系的话，那他的生活要怎么过，或者说可能他要如何好好的去过他应该要去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这段关系可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或者是说可能真的有很多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会有一些不可预期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他才会有一种没有办法完全去信任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可是他是心里面很在乎你的，他把你的爱放在他心里面最深的那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你们很希望可以透过他的一些明确的行为知道的话，有点小困难。他尽可能把自己表现出一种跟你像朋友的感觉，但是反正你们现在看到这边的占卜的内容，所以表示说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对方他在面对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的时候，他有很多自己个人的小心思，或者说可能很多自己个人的小想法，会想跟你有一个更明确的进展。对，有一部分的人啦，对方可能最近会有点小孤僻，或者说会有点刻意的稍微把你冷漠，或者是说跟你互动的方式他会一直不断的转变。其实转变的原因是在说，第一个是他的内在状况是他觉得这样自己是有点陌生，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投入在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但其实只要等他好了之后，那你们就不用太担心，因为就表示其实对方他已经决定好这段关系要怎么走了。可是如果说当他还没决定好的时候，他会尽可能的用一种偏向于逃避的心态去面对。好，然后这样所抽到的是权杖侍者。好，那这边的话呢，就代表着其实抽这张权杖牌的话，其实这个人他现在最近就是真的是观察你的机会比较多。可是如果说真的有机会可以有互动的可能，或者是说真的有机会可以跟你有那种面对面相处的话，那他还是会把握，因为他觉得这是唯一能够去观察你，或者说跟你有进展的这个机会。所以最近他面对你的情感的感受跟感觉会慢慢的越来越多。那但就看后面你们要什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完全都没有踩到他的地雷，那你们也符合到他所认为最好的条件的话，那这段关系就很有可能。对，可是如果说对方他就是没有想要，那应该说当你们踩到他的地雷的时候，其实他就真的会完全的冷掉。好，那么就给性向的会员好了，就是性向双、性向同，来看看说他喜欢你吗？看起来是废话，但也会觉得可能再多确认一下，因为看起来其实对方现在确实真的蛮喜欢你，但是没有到我们所认为的那么的喜欢。因为喜欢有分很多种，一种是在意，然后有一种是真的喜欢，有一种是爱，对不对？有一种是恨的喜欢，或者有一种是遗憾的喜欢。那我们就看说到底他对你是哪一种喜欢。那杨慧觉得其实选到这组你们是蛮值得去期待对方所对于你的感觉到底是如何，或者说之后他的一个行为是如何。因为其实蛮明显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会很希望可以跟你有继续互动的一个下去的机会跟可能性，他蛮想要跟你有更深一层的
连结。这个连接通常是指说那种心灵上面的一个连接，他想要更加去了解你这个人，因为他其实心里面也会担心害怕你是不是并不如同他心中所想的，所以现在他的步调缓慢的原因是在于说不想要判断错误，可是他又很想要有一个赶快有一个进展的这个机会，所以希望说选到这个你们呢是能够很幸福很快乐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帮助，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